学校里的矮房。小学时的校园就像一座无穷无尽的乐园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和几个玩伴总爱在操场上奔跑，或是在教室间玩躲猫猫，直到天色渐暗，才依依不舍地收拾书包回家。但在这片熟悉的校园里，却有一处我们从不敢靠近的地方，那栋矮矮的水泥平房。它与学校主建筑格格不入，虽然只有2层楼高，但外观陈旧，墙面斑驳，一圈低矮的水泥围墙将它包围起来。最奇怪的是，墙上有一扇门，明明直通校园内，却从未见有人进出过。老师们对这栋建筑物只字不提，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一样。然而，事情发生在某一天的放学后，当我第一次看见了里面的人。那天，我和几个朋友在操场上追逐，汗水顺着额头滑下，耳边满是彼此的笑声。正当我转身想跑向另一个方向时，余光瞥见平房的窗户里似乎有一个人影。那是一张模糊的脸孔，静静地贴在窗户后，仿佛在注视着我们。当时的我还小，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，甚至天真地以为或许是哪位老师暂时使用这栋建筑。不过，当我转头想再看清楚时，那个人影已经消失了。我告诉了玩伴们，但大家都没注意到那张脸，也没有人愿意靠近那栋房子，于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然而，几天后，我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那天，妈妈临时有事晚点来接我，于是我留在教室里写作业。等到夕阳将天际染成橘红色，我才收拾书包，准备独自走出校门。我的教室靠近那栋平房，回家的路势必要经过它。我加快脚步，心想着快点走过去，却又忍不住好奇地向窗户瞄了一眼。这一次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脸。那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影子，像是个女生，静静地站在窗户后。然而，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她的脸竟几乎与窗户一样大。她的双眼黯淡无神，嘴角微微裂开，仿佛正微笑着。她的脸型诡异地扭曲着，几乎要紧贴着玻璃，仿佛想要穿透窗户朝外爬出来。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脚步僵住不敢动弹。冷汗从后背渗出，全身像是被冰水浇透。下一秒，那张脸突然缩回黑暗之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猛地转身，拔腿狂奔，直到冲出校门，才敢回头看一眼。校园内依旧宁静，夕阳的余晖映照着地面，将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而那栋无人居住的旧房子依旧静静地伫立在角落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回家后，我发烧了2天，梦里总是不断浮现那张诡异的巨大脸孔。我开始对那栋房子产生恐惧，连经过都会刻意绕道。直到小学毕业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张脸，但那股阴森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。然而，真正让我毛骨悚然的是多年后听到的传闻。长大后，某次与国小同学聚会时，我们聊起了这件事。当年有几个同学其实也曾在窗户里看到过奇怪的影子，但大家都选择忘记，或是不愿意多谈。而这栋矮房的来历更是让人背脊发凉。你知道吗？后来那间房子拆掉时的底下竟然挖出了一口古井。我愣住了，古井？对，朋友压低声音，而且在井里发现了一具100年前的遗骸。听说那口井的年代久远，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，而遗骸的身份已经无法考证，只能确定那是一名女性。更恐怖的是，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井口是被人封死的，也就是说，那名女子很可能是活生生的被困在里面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我浑身发冷，回想起当年在窗户后看到的那张巨大脸孔，难道她一直都在井底仰望着外面的世界？她的脸才会那么贴近玻璃，仿佛想穿透窗户，伸出求救的手。当年校长宿舍建在这口井的正上方，没人知道井底的秘密，也没人意识到这栋房子从一开始就建在一个100年前的冤魂之上。
怪不得每任校长都不愿入住，怪不得这栋房子里总有人影闪动。因为他从未真正离开过。如今那栋房子早已拆除，地基被重新填平，原址建成了一座新的活动中心。据说自从改建后，学校内就没有再发生灵异事件了。但我始终记得那个微雨的黄昏，那张巨大扭曲的脸静静地贴在玻璃后，凝视着校园里的我们。或许他只是想被人看见，被人记住。或许他只是想让人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。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。